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Cherry， 不是 Infinity， 对 Infinity。勾左。勾左。Hello， 大家好，又是 Ed 的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在我身后面这一台的 logo 跟 Cherry 非常的相似，是不是？它就是尼桑旗下的一个豪华品牌，它叫做 Infinity。Toyota 的豪华品牌是叫 Lexus 吗 ？Honda 呢是叫 Acura 吗？尼桑呢它其实也有 Infinity 的呢。以前是为了主打欧美市场的而做了一个豪华品牌出来。在我身后面这台是一个2014年的 Infinity Q50，想当年的新车价钱卖着250千的价格，它的竞争对手的就是 W205 C Class、BMW 的 F30。到如今的2025年呢，它已经贬值成大概5万块左右就买得到了哈。Infinity Q50哦，对我来说是非常不熟悉的，因为我很少 review Nissan 的车，在我这个频道好像 review Nissan 的车只有 B13，还有 Nissan 的 Almera， 好像再也没有试驾过 Diana 那些等等的哈。Infinity， 我们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用料和材质，还有它的底盘到底有没有接近欧洲豪华车的水准呢？Q50 呢，它是一个中型的豪华轿车，它定位就是跟 BMW 7 Series 3、Mercedes-Benz C Class、奥迪 A4 还有 Lexus IS 同一个级别的哈。D segment 从2013年呢到2025年到现在，它的款式依然都是没有什么大改变的哈。那它有几个引擎可选择了哈，一个2.0公升来自于 Daimler Mercedes-Benz M274的一具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就是跟 C200 是同一副的啊。3.0公升 Twin Turbo V6、3.5公升的 V6 Hybrid， 还有3.7公升的 V6， 还有最后 2.1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来自 Mercedes-Benz。这辆车身长度为4790mm， 宽度为1820mm， 高度为1445mm， 轴距为2850mm， 行李容纳空间为500个liter。它是一个非常标准型的一个 D segment 房车。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的车头设计的，长得有点像鲨鱼那种，非常有杀气。中网这边有一点嘴大吃四方的感觉啦。但是我先说那个缺点在前面啊，你买这辆车回去，虽然它的样子是非常的特殊，有时候这些零件啊，你可能在汤车厂比较难找一点，所以可能要外国订回来啦。这辆车的钥匙呢，跟 Nissan 的形状长得一模一样，所以车主就为它带上了一个套，也可以带上 GTR 的哈，跟之前的 Almera 那些钥匙是一样的哈。所以这辆车有配它这4个门的无钥匙进入，基本上你的手放在这边，OK， 它就可以解锁了的，这边按。就可以锁门啦。锁门的声音有一点类似叫 Mercedes-Benz 的感觉哦。再不然我就是可以解锁这辆车，你可以看到它的灯已经亮起了 DLL 的日行灯啦。Signal 呢是放在下面哈，车尾灯呢就有一点像 Mazda 的设计啦哈，辨识度在晚上是挺高的哈。打开车尾箱的方式呢，这边有一个按钮按一下，或者是后面有一个电磁阀。这边按一下，你可以打开。可惜这辆车是没有电动尾门哦，作为一个 D segment 的房车，所以它开口的设计就有如 GTR R35一样，跟 Inspira 那些也一样。瞬间我把那个等级弄低了，不好意思。OK， 跟 GTR 一样，跟 GTR 一样。
空间有500个 liter， 椅背也是可以做倾倒，通过这边拉杆一拉，中央扶手还可以通往后面拿东西。这辆车的悬挂设置为前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啊。车主也为它升级了一套新的轮圈 Avant GT， 也是保留着18寸啊。前后的轮胎的尺寸为235/45R18， 轮胎是用着 Yokohama 的 Blue Earth GT AE51的轮胎，单活塞刹车卡钳，然后保留着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这是原装的这个悬挂啊。那前面呢就稍微大概高一点，将近为3根手指。前面的卡钳双活塞 Twin Port 啊。打开后尾门之后，发现到第一点，因为这辆车是后驱车，所以中间这边鼓起来是有点高哈。如果你想要正式坐3个人是比较辛苦的在后面。第二点就是这张座椅呢，因为我关了引擎之后啊，我下车座椅就往后退，所以看起来很窄哦。真皮的座椅摸上去很舒服哦，毕竟还是豪华房车，所以它的用料挺不错的。后面这边都是一些软质塑胶，这边都是皮革包覆，完全都包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缝线哈，连按钮的细节也不放过。按下去也是非常舒服啊，非常 premium 那种感觉。这一块敲上去一点都不感觉到便宜的塑料，都是很扎实、很厚重那种。中间有中央扶手，还有一个置杯架，这边还可以通往去后面拿东西哦。上面有一个阅读灯，中间这里就没有了哈。上面这边应该是麦克风来的，有2个冷气出风口，这里是没有调温度的哈，这可以开关封不了。后座空间其实比 IS 还有一点优势啦，椅垫也是一个优势哦，蛮长一下，然后也比 C Class 好很多啦。当年同一个年代 C Class 的后座真的是太小，椅垫太短，头部空间也大概1个拳头，座椅是比较偏硬啊，比较偏欧系啊。据我认知，日产的车的座椅是 Zero Gravity 的，是非常有包裹性，而且软而舒服的，这是我对日产 Tiana 的一个好印象。可是坐在 Infiniti 里面哦，感觉到椅子都是偏欧系偏硬的，然后也没有 Tiana 的后座那种来的好坐。但是这辆车还是偏于驾驶员，前面2张椅子的舒适性真的很不错，很好坐的。带你们去看一下前面。这辆车又没有什么气氛灯啊，所以 Infiniti 的车没有搞太多花俏的东西啦。这张椅子有印上 Infiniti 的 logo， 有2组的记忆座位都躺在这边，摸上去很舒服哦，很有质感那种感觉哦。包括这些按钮的质感真的是跟普通的日产有一点不一样啊。配搭着风琴式踏板，这辆车没有电子手刹，它是用脚刹的。踩下去那种感觉非常的有 Lexus 的水准了。这个调节仪表的亮度啊，打开车尾箱 Auto Start Stop， 还有循迹系统关闭，旁边这些按钮都不放过，还有镀铬式条纹。Start Button 在这边，我们来打着这一副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会有那个仪式感哦，你看到吗？它的仪表其实我蛮喜欢的哦，还有点带紫色的圈圈。基本上哦，上面只是看资讯呢，这边是真正的舱机的这边，这里还可以 set meter， 但是有一点年代了哈，所以它有一点不是很顺。我相信也没有 Apple CarPlay and Auto， 但是如果你换掉这一个中控的话，你的冷气控制又要跟着换了。这是 Audio， 这一个看时间罢了，这是车主讲的，还有蓝牙控制这样子。Infiniti Drive Mode Selector， 这是 Active Lane Control， 你 Lane Keep Assist 可以关掉 ，Edit Personal Mode 啦，这边可以调整你的 Individual Mode， 你的引擎啊 ，Steering 要怎样啊，还有座椅加热。可是马来西亚没有用到啦，所以这辆车是来自一个7速的 AT 变速箱，来自于 Jacko 的，也是日产旗下的一个变速箱，然后它有手动模式加跟减。那这辆车可惜少了换挡拨片，这是我觉得唯一一个大缺点啦。尤其是这辆车竞争对手为3 Series 才有 Mercedes-Benz C Class， 连 C Class 都有了，为什么你没有嘞？这个呢是控制上面的主机 Fuel Economy、Eco Report、Clock。还有 Audio， 基本上就是比较简单的显示。然后这里有一 Camera Button， 有360，macam good 哦，有一点像 iDrive 那种感觉哦，可是它功能不太多。这里就是有驾驶模式的更换，有 Personal、Sport、Standard， 还有 Snow， 2个置杯架，还有一个中央扶手。这中央扶手是没有的调前后吧 ？OK， 没有。这里面也是有 carpet， 左驾驶有的锁门 ，Good。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眼镜收纳盒，开灯，这个一键按了之后啊，前后的灯都是会跟着亮啊。中间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 ambient light， 这里有一点小灯照下来。以前的 Camry 也是有保留这个细节的哈。这辆车有 ACC 跟车，这个跟车距离可以在这里控制，基本上按了之后可以看中间的仪表显示啦。这辆车有 Driving Air、Tire Pressure Monitoring、Warning。Range、Fuel Economy、
Bluetooth，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辆车的平均油耗为9.1 km/L， 然后左边这个就是蓝牙的接通，然后音量，这里有方向盘的高低调节，都是用电动的。然后这辆车有改了 exhaust，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浪。有 point and bang remap 了 ，off 掉一下，瞬间没有声音掉。我们来 on 一下，哇，这个跟 Mercedes-Benz 的声音一模一样就对了，反正都是 M274。OK， 那我们去打开引擎盖。这辆车的引擎大号为 M274， 来自于 Mercedes-Benz 的一具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这颗引擎是来自于 C200啊，所以它的动力数据跟 C200是一样的。纸上是211匹马力，350个牛顿米的扭力。经过现在换了 downpipe exhaust 还有 remap 啊，这辆车在轮上可以达210匹马力，还有370个牛顿米的扭力。它的变速箱呢就不是用 Mercedes-Benz 的啦，它来自于 Jayco 的一个7速的 AT 变速箱。这 Jayco 呢是来自于尼桑的自己研发的变速箱 Japan Automatic Transmission Co. Limited。对，现在我们是开着 valve 来架哈，然后这辆车是用传统脚刹，我觉得这个对于缅甸呢是一个更加好，没有这么贵来保养啊，至少它是用这个机械式的哈。原装的避震是吗？这辆车？对。我们来 feel 一下它的舒适性啊，因为那个我其实最喜欢就是驾原装车，来先感受一下它的原装给到的感觉是怎么样。OK，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上手，因为我驾过 W205 的 C Class 7G Tronic 嘛，这一套来自于 Jayco 的一个7速啊，就在这辆车的调教都是蛮顺畅的啊。它的起步跟它的换挡的时候啊，其实你没有在讲的话，你感觉到有点像 CVT 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啊，这个跟 Mercedes-Benz 有点不一样的哦，加起来。可是它的动力是给的很顺的啊。哎呀，还是 Mercedes-Benz 也是给到这样，只是 Mercedes-Benz 的 7G Tronic 就有一点小顿挫，然后它的换挡呢就有一点逻辑性有一点不是很好啊。自从换上了9速那个就好很多了。Infiniti 的调教果然就是不一样，它就是你不要当它是一个很 sport 的车啦，它本来的定位就是一个中型的豪华房车，就是 stand 的。哎呦哎呦哎呦，哎，竟然在左边的我这样子，哇，很顺嘞，换牙。这是它的 lane departure。哦，它的换挡真的是顺到没有朋友。我们来看 manual mode 的时候啊，感觉啊，哦，它也是很顺，它也是有降档补油。可是如果你讲 sport 的话，就真的它只是挑战于舒适性了。阿玲啊，你买这辆车哦，你有考虑过它的 spare part 难找吗？为什么你会选择这台车？舒服有力。当时以这个价钱来讲哦，你可以选择什么车吗？那时候看这别的车，就是看这两而已。哦，就是你首先什么东西吸引到你选这辆车？外观有点像 Mazda。你看它起步真的是这样快就2档了。顺驾哦。像我换进去 sport 一下，看一下它的变速箱有没有什么不同。基本上还好，油门的反应变好了。然后我们看一下用 manual mode。它的 sport 就好像没有太大分别哦，我感觉到。踩深油就有感觉分别啊。OK， 我轻轻踩罢了，其实我
没有踩太大油，顺了，真的是顺。哦 ，OK， 油门反应好很多，一踩的那个动力就来了，感觉它底气蛮厚哦。然后走白色的时候才2500赚不了这样子，以一个5、6万买回来是挺 OK 的啊，对，很便宜哦，现在价钱，所以5万块左右的预算，你会选择 Infiniti Q50，还是你会选择2015年、2014年的528i LCI？但是如果想要买 Merc 的话，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你看现在 C200 2014年都要10万块左右，就是价钱好像贵了1倍这样子嘞。可是我觉得会选择买 Infiniti 的人哦，他们的品味真的是非一般的，不一样啊。这辆车的 Manual Mode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Fully Manual啊。如果我在锁在7号档，我再踩到晚哦，它都不会降档给我的啊。我想要证明的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 Semi Auto， 它是一个Fully Manual。我们来试一下这台车的音响哦，它配搭着 Bose 的音响。OK，Thank you。OK，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没有车，勾左。210P 哦，有啊，有 feel 到，有 feel 到。它是那个就是换两秒那个声音过来了，哦，那 still 有哦。那反应是不错的啊，雅翔其实 OK 的。哦，它根据我的这个驾驶方式，他觉得我现在想快的话，才来 hold 着那个档位给我，来 hold 着那个牙，不然的话他会还是刚刚开了 Sport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这样的，其实一开始。现在就感觉到它的 Sport 了啊。觉得这样这个车伤害会很爽哦，跑远途。其实它的前面的2张座椅是一个优势啦，很好坐啦。反而后面我就觉得有点偏硬了的椅子。如果你家尼桑的Tiana就不会这样哦。Infiniti 还是比较迎合欧洲市场的，我觉得。如果在 Muda 还有 Carlis 一打 Infiniti 下去哦，比较多这款车在卖了。啊，你想要买到别款就比较少一点了。只有这款跟另外一个 SUV 的，没有了咯。啊，没有。想要买到别款就没有了。以前我好像有看过啦，马来西亚有卖 Q50的，那个3.7的有的嘞，以前很少很 rare 的 ，Turbo 就是 Turbo 啦，没有得比啦。在开它真的是毫无压力啊，轻轻踩而已，就这样。可是我驾你这台车呢，我就感觉到驾 Infiniti 的那种感觉，又不是因为它没有给到你很运动化嘛，所以还是很想要慢慢驾那种感觉去感受一下。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换了脚牙避震，这辆车就没有那个豪华的味道去了，就感觉要偏 sport 去了。所以我觉得很纠结啊。如果我是驾这台车的话，我会想要不要换避震器呢？因为换了避震器，这辆车就好驾很多哦，可是就不舒服了啊，那个车，对吧？所以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过程啊。滴滴滴滴，我知道有 ACC 跟车啦。对，这样子，由于它是后驱车哦，所以我的转向其实蛮精准的。OK， 可是避免不到这辆车感觉到有点稍微重一下，底盘很扎实的这样子。所以好了，各位，当你看到这个 Infiniti Q50的影片，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会不会隐隐约约去在 Muda 或者 Carlis 或者 Marketplace 找一下有没有人在卖这辆车。OK， 所以它的颜色呢，我觉得我个人是最喜欢它的银色。对，它银色是看了
蛮不错一下。当然灰色也不赖啦，这辆车这样 OK 的。所以我看来看去好像只有这几个颜色可选择啦，黑色、银色、白色还有灰色就这样罢了。其余的颜色好像都不太搭配这辆车。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买这台车的话，其实第一点就是容易照顾的是它的引擎哦，毕竟还是一个奔驰的一个 M274嘛，所以这台 M274的引擎它是奔驰里面公认最 reliable、最容易保养的一台引擎，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其余的话，你要接受这辆车的第一个就是 spare part， 可能零件有些零件它没有跟 Nissan 共用，它这样一定要外国订回来还是好像改装套件都是要淘宝订回来，但是淘宝是一大堆没有错啦，只要一点时间而已咯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这个咯。再来就是可能你嫁出去这台车，很多人不会太认识这辆车，他们会觉得Chery出新款了。我们到这边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个影片要干什么呢？就是要来冲上云霄。虽然这辆车它不是主打 Sport， 不是主打冰冻化，我们还是要来体验一下这辆车的动力还有它的操控的哈。好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集的 POV 再见，拜拜。